迎收看《洪流洞见两岸风云》，我是洪淑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中国时报》总编辑王明义王总编辑来到现场。明义哥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明义。媒体界人对他非常非常熟悉，尤其呢跑两岸的记者对他都要称一声大哥哈，因为呢他在大陆采访呢已经将近30年。好，这30年来呢，他其实我们先介绍一下明义哥好了，因为明义哥呢，他的采访的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他出过很多的书。他内心有非常多的秘辛哈。等一下，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都会为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开他所见到的，在大陆采访的过程中见到的一些秘辛哈。那我大概介绍一下明义哥。明义哥其实呢，他在《自立晚报》做过，在《中国时报》做过，现在呢，他是《中国时报》的总编辑。他在大陆采访将近30年的时间，见证了两岸谈判协商，还有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历程。好，从香港会谈、孤安会谈，还有港澳主权的移转、博鳌论坛、国共论坛、两会复谈，好，几乎所有的两岸的重要的互动还有往来动态都采访了。而且呢，明义哥其实他写过好多书哦，真的是很厉害。我前几天呢，最近都一直在拜读你的大作，就发现这太难了。工商服务时间，工商服务时间为你打广告，打个书。哦，明义哥做了很多两岸的著作，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别的。我只是写几个比较重要的，包含不确定的海峡、两岸和谈啊、台湾与中国对话，还有就是对话与对抗，台湾与中国的政治较量。波涛滚滚，1986年到2015年，两岸谈判30年谈判秘辛。好，这本书其实最近我在看，老实说，以我觉得我自己理解力非常强的人，对于两岸的这个历程，我觉得我自己看都觉得，好辛苦哦。有波涛滚滚吗？有波涛滚滚，整个脑袋波涛滚滚，内心汹涌这样子。好，那明义哥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都会为我们来分享他在两岸采访的过程中所见所闻。好，那不过今天我们第一个问题想要来谈的是有关于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有2位叫蒂芬妮跟培利，他们在2月26号的时候提出了一份的共同决议案。好，这个共同的决议案呢是呼吁美国与台湾恢复正式的邦交，改为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终结过时的一中政策。好，虽然这是2个议员他们自己所提出来的一个提案，但是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应吗？还有就是它是不是中国大陆怎么样来看待美国国会议员他们所提出这类的一个提案？这会不会是踩到了中国大陆他们所划定的一个红色底线？我想因为这个大家比较关注最近这个美中台的动向啊，主要是因为跟去年11月美国大选之后，这个川普下台，那这个拜登今年1月20号就任了，所以到今天刚好大概也是等于说大概1个半月啊，那等于说这个1个半月以来，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因为整个美国政府的班子啊，他们也是政党轮替嘛，这个轮替之后，到底他主要在对华政策上，当然也包括对大陆、对台湾，他的一些策略会采取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整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决策的动向。也跟国会的一些议员的动向都有相关系的啊。但刚刚这2位事实上这2位众议员在上个任期，就上个政府期间就已经提出了相关的提案了。但是我想我们在看待美国国会的议员的提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去解析它到底是一个，你从立法院的理解就可以知道，我们立法委员提出很多议案，但有些完全没有拘束力的啊。所以没有拘束力是它是一种宣示性的一个提案，他必须交代选民的这个，他是交代选民，还是交代要对选民有交代，有些他的利益，有他的政治立场。那尤其在过去，我们知道说，事实上现在中国大陆跟美国是从1979年1月1号开始建交嘛，对，那当然同一天是跟台湾断交了啊，对，所以中华民国跟美国政府在1979年断交以来，事实上今年第43年啊，第43年以来，事实上这个声音在美国一直出现过。就希望没有断过，对，一直跟台湾希望能够恢复某种的官方关系啦，所以我们目前叫做非官方的这个政治文化经济关系啊。那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包括今天早上这个拜登今天发表一个新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论述里面，他事实上说要等于说明确的表态要支持这个台湾这个叫做亚洲的民主政体。亚洲的民主政体，对，他也没有用一个什么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新的名词吗？也不是，我想这个不管是一个政治体制或是一个政体，这个东西就是它就是一个民选的
一个政权就对了啊。但这是他为了区别，就是为了跟他的一个中国政策，区别一个国家，不，为了跟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不要相违背这样。事实上，在1979年他们建交之后，就跟北京建交之后，他就一个中国原则算是一个北京的坚持，对，一个中国政策算华府的立场，那一个中国的问题是我们的看法啊。所以这个美中台有不同的这种论述里面，那这个东西大家有一个游戏规则跟框架在那边，那这个框架当然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的声音。我想台湾内部也是一样，有独的、有统的、有中的。那大陆方面事实上当然声音是比较一致的啊。但美国方面当然因为有政党利益、有政党立场，那尤其过去共和党在立场上是比较反共的啊，也比较这个保守的啊。那问题是共和党也是突破这个美中关系的重要的一个平台。当年包括这个尼克森到美国去访问啊，不到北京去访问。那更早之前，基辛格偷偷的从这个巴基斯坦这个跑到北京去秘密去穿梭去斡旋，后来慢慢的有一些对话，签署一些秘密的协定，后来当然促成了到1978年，当时的这个卡特政府的时候，当时蒋经国先生在凌晨睡觉的时候是被美国大使安克志给吵醒的。当时宋楚瑜就带着这个美国大使到官邸去跟蒋经国告诉他说，2个礼拜之后美国要跟中国建交了啊。所以这个等于说43年以来，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声音在美国国会里面是经常会看到的。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宣示的一个立场，并不是一个，还不是一个到政府部门很成熟的一个对台政策有什么改变这样。所以大概可以用这些角度来看待。所以即便是2个议员所提出的一个提议，其实也不用很认真的看待它。听听就算了。听听这个不代表说，也不代表白宫，我想也不代表说2个政党的一些对中国政策、对台的政策有什么大的改变这样。是，所以中国大陆对于像这类的议员，他们所提出的，也不会觉得说踩到什么红线，因为这43年来，可能每一年几乎都我想北京有时候他有时候会观察这个动向，是他会判断说这个到底是某些政党的议员的立场，还是说他背后这个政党跟这个国务院呢，还是说白宫有些什么新的变化？他们会观察这个它的发展性跟可能性啊。到目前来讲，我想即使像川普这么的不要说夸张，就是这么的这个神勇的人，他都想说去改变一下美中关系，他都还不敢尝试去做这个事情。那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在去年很关键的时刻里面，曾经对外公开发表说，我们现阶段的美台关系并不以建交啊，以恢复邦交为主要的目的，这样。所以这个东西本身你就知道这个议题背后的敏感性，跟它的这个可能触犯到一些美中台之间的某种框架的游戏规则跟它的红线这样。但是我也想知道说，这2个议员会不会是民进党政府就说去 lobby 的一个？这个当然很可能，但不止民进党政府。我想过去从李登辉时代啊，李总统时代，包括后来陈水扁，包括马英九，我想每个总统任内，我们在国会里面有强大的这种游说的力量啊。那尤其大家可能很多观众比较关心、比较清楚的，我们在1995年，当时李总统回到他的康奈尔母校访问的时候，当时美国国会曾经通过2个重要决议案，就欢迎中华民国的这个李登辉总统到美国访问。因为当时克林顿政府是给了李总统一个等于说文化访问的签证啊。这个签证，那当时当然美方的这个国会当然因为国会代表这个美国的民意嘛，所以当时在国会里面，就刚刚讲的这个众议院啊，众议院有435席全票通过，欢迎李总统回到他的母校。那有100席的参议院里面有99席通过啊，支持李登辉访问美国。这么高。所以这个东西当时当然也花不少钱啊。这个整个国会的拉比是需要花钱，花在这些，因为他有一些国会议员必须要游说，有些利益团体必须要去沟通，也去争取这种友善的关系嘛。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台湾来讲，我们是很有经验的啊。大陆是在1995、96之后，才慢慢意识到说，原来他们这跟北京跟华府的关系，他缺少那种怎么去做游说跟利益团体游说的这种，他们这种经验完全跟台湾照抄的。所以，那现在蔡政府的大外宣，就说这个部分其实还是一样的强度。这个是我刚讲，长期以来台湾在驻美的，不管是历任的代表，我想他们的重要工作之一哈，是一个包括像我们的驻美代表处有一个国会小组啊。这个小组本身是应该讲说5、60年来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即使说到1978年12月16号，我们跟这个卡特政府宣布要跟台湾断交，到2个礼拜后的断交，我想本身这个工作一直没有断过的。我想知道说，民进党政府它除了就是说官方上面的一个跟去游说之外，是不是私底下透过了很多的基金会，或者说一些民间的团体，其实一直在做这个？我想对，刚才讲游说是国会本身只是一个目标之一而已啊。事实上，包括学界、智库、国会助理，甚至说各州政府啊、各地方政府啊、各地方的大学，各地的大学，我想这些都是
我们应该讲说，在做美台关系这个重要的拉拢的、争取的一些对象的。尤其这些重要的在 DC 里面有大概将近有台湾可能应该最经常的，大概最少10-20个重要的决策智库里面，我想过去我们外交部、陆委会甚至说我们一些台湾的相关的重要的智库基本上跟美方的这些决策智库都保持一个很密切的联系。那这些是我们争取一些。包括政策支持，包括各种一些相关法案的支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所以我想这个工作本身来讲，应该40几年从来没有断过的。好，现在大家其实非常关注的是川普下来之后，拜登上来那有人说就是川规拜随，抗中仇中的一个路线应该还是会持续，尤其是像目前国际上的一个好像基本的共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在。那台美之间有可能会比之前的关系更好，或者说有可能会恢复建交、恢复邦交吗？这有可能吗？其实我们从那个初步看起来，从包括这个拜登总统从1月20号宣誓就职那一天的演说到后来陆续的他接受这个CBS 的访问，后来包括CNN 的访问，还有包括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在应该是上个月底在有关美国这个国家广播公司的 CBS 的访问里面，事实上他有关谈到对华政策基本上的基调没什么变，但民生变里面跟川普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想主要跟中国这种所谓的竞争较量关系是没有变的。但是我觉得布林肯讲了一个很精确的一个用语他说在未来的这种美中关系里面他认为有3个层次一个是敌对的层次敌对的层面，一个是竞争的层面，一个是合作层面。他这个东西他分得很清楚，可能在某些外交战略上、地缘战略上，这个在科技上是有一些敌对的，有些恶意的比如包括这个网站的攻击黑客骇客那些的，包括那种所谓的竞争的，包括可能经贸可能科技，可能相关的像半导体相关产业的这些东西可能比较紧张的那事实在很多合作方面的，实际上很多文化交流经贸那些，所以他把这个人分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情况下看起来跟拜登跟川普时代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差别在说他的方法跟他的策略不太一样。那川普可以形容说好像一头大象一样，共和党是一头大象嘛民主党是一头驴子这样。大象可能横冲直撞但我讲横冲直撞不一定有效果，所以后来包括美国的很多智库最近的很多评论里面认为说，你这个光喊那些空话没有用的，你要有策略，你要有步骤所以这次你看他把以前的拜登比较有策略嘛，是应该讲民主党政府比较有策略我想共和党已经把这些朋友圈、把这些盟国都基本上都得罪光了，没有太多人愿意跟他合作了。所以你看很明显，拜登上台这第1个月里面应该讲第1个礼拜里面。他大概把整个欧洲的朋友圈都打了一通电话了，到最后当然后来陆续全部再揪回来，也跟习近平打了电话了，当然最后也跟这个可能跟共和党比较熟的那个以色列这个纳塔雅胡总理也打了电话了，所以表示说他希望是改变一下原来川普政府时代跟这些所谓的列强、跟这些盟邦的一些紧张的关系，因为你唯有这样的关系才能够跟中国保持某种的竞争状态，保持一种既有的一种优势嘛所以我想在策略上它是有些调整的，而且在做法上它比较精致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小心，因为它在对中的政策上也可能有些弹性的调整这个调整我刚刚所讲的有斗争但是也有竞争，但是也有合作我们不能在这种过程中只是一面的譬如说站队，一面的靠美国，事实上美国有些要靠台湾，台湾有些要靠美国，要靠日本，要靠大陆，所以有些东西你看怎么调整，就像刚刚布林肯所讲的，两岸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也有像敌对关系外交的军事的，但也有竞争关系比如有些产业的，有些合作，有些竞争但有些是互利的，像这个比如合作方面，像经贸，像我们到去年公布的这个2020的这个两岸的贸易里面，我们还拥有1400多亿的贸易顺差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等于说两边是一个极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这个关系绝对不能破掉。就像这2天大家关心的这个苹果，这个不是苹果，这个叫大陆叫菠萝，我们叫凤梨嘛。整个事实上这个产业在整个两岸的产业里面是微不足道了，所以微不足道它占的大概比重也不过大概2亿多人民币。我们都已经拥有1000多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大概有将近上万亿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等于说的这个产业的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这种结构里面，凤梨不过一个很小很小的，它是个很小的点，但它对台湾农民是很重要的对台湾的这个产业来讲，这个东西就像这2天随便一订购都已经4-5万吨但是蔡政府现在就把它就是提升这个当然这个是后话，就是说这个东西等于说也是在检测整个新的国安团队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专业来应对这种大陆方面。你觉得现在的国安团队，蔡政府的国安团队，他有能力？从过去这个礼拜在应对这个有关大陆方面宣布要暂停这个凤梨进口，我想这个策略上
应对上来讲，这是不及格的啊。尤其像我们很熟悉，像阿通这个过去阿通主委跟这个邱太章部长，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这个一些民进党这边内阁官员啊，事实上他们在应对这些过程里面，我想可能还没有展现出他们应该有的这种经历啊，因为事实上他们在两岸关系都已经涉猎大概都将近20年，所以他们很熟悉这一块应该怎么应对的。那是因为民进党的仇中反中的一个基本的立场，是不是他们都还没有做调整？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的世界局势，包含中美关系已经在改变了，但是民进党政府是不是这个部分他还是？民进党这个迷失哈是有点可能是说的比较简单的比喻，可能被川普政府给宠坏了啊。实际上，川普政府宠坏。对，川普政府当时仇中跟反中有他的中美战略斗争的一个需要，跟他因为它里面涉及到整个他的竞选口号叫美国要再次伟大嘛。对。那讲这个话的潜台词就是美国已经不太伟大了啊，就可能在某些方面的压力已经被中国有些超越了，有些是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美国这种比较强势的这种斗争的策略里面，台湾当时可能在走的路线上是一昧的，不就是比较完全绝对的倾向美国的话，这个东西对他们俩是不利的，因为事实上有些东西可能是有收获，有些东西可能是会有损失的啊。这个看你怎么去盘算这个得跟失之间怎么去衡量的。好，但是我们看的时候，他反中的背后的真相到底说他的基本路线不愿意放弃吗？还是说他其实没有办法再做一个调整？我刚刚讲的很清楚的一个比喻，就是像一个苹果这个我想讲这个像凤梨这个例子啊，因为凤梨本身当然在台湾的输入到大陆的水果里面啊，当然是这个产值算最高了，最高的产值就我们总量来讲，我想两岸的经贸总量来讲，它大概占2亿5千万左右的这个人民币哈，大概是15亿左右的台币嘛啊。那我想这个数字在整个两岸经贸来讲，真的是微不足道啊。但问题是它本身牵涉的问题是比较敏感，是农产品的问题。但我刚刚讲啊，你刚刚问到这个所谓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背后真相是我们只开放了这个，我们一向都没有开放大陆农产品进来，因为我们在两岸两会在2009年在重庆签署这个所谓的 ECFA 协议之后。那后来这里面当然后来包括两岸这个也签署了两岸的农产品的检疫跟检验的协议嘛。那事实上这个东西背后就是大陆也是单向的同意让台湾的农产品输入到大陆，但是他竟然可以同意我们的农产品可以这个大陆农产品可以不用输入到台湾来，这个东西在贸易规范来讲是不公平的。但大陆愿意承受这个不公平，因为他认为整个量体不一样，因为台湾还毕竟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小的一个贸易结构，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贸易结构。但背后它有它的政治考虑啦，可能有些像民进党所讲的，可能有统战的考虑啊，政治的因素啦，还有包括就是说可能对台湾某种的宣传上的需要这样。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禁止去进口？它单纯只是为了要在贸易上的报复，还是说它其实真的很单纯的，只是因为在检疫上发现了一个介壳虫啊，就这样子而已？我是觉得说我要去严格定义这个，我自己觉得观察这个事件要严格定义它的事件的本身哈。就像说到目前为止，从这个大陆海关总署啊，到大陆的这个国台办啊，事实上他在讲述这个事件的时候，一直是把持在那种所谓的基调是在所谓的发现出那种所谓的检疫性的有害生物啊，所以这个情况下，他把它定义在说，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凤梨的包装里面发现到介壳虫的问题，那我们就应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大家就事论事来谈。但是介壳虫的问题，其实去年很多批都有发现了，为什么在今年的这个时候特别提出来说介壳虫？对，所以说我说你要从它本身，它怎么去讲述这个事件的这个事因是什么，事由是什么？事由就是这个所谓的生物的问题啊，有害生物。问题是它发布的单位是海关总署，如果它发布的单位是大陆的商务部的时候，意义就不一样。这两有什么不一样？它可能就变成一种商业上的贸易制裁了。就我停止你进口，因为海关是从比较技术面来看，所以我们是应该来理解说这样的一个判断事实上有它的区别的啊。那这个区别当然我们还要观察它后面的这个操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到底是一个事务性的，还是一个政策性的，还是一个政治性的。我们本身必须要根据更多的这个材料更多的证据，才能够来证明或来判断说它背后还有没有第二波、第三波。因为现在很多的农民会担心是不是 ECFA 会被终止，因为其他的农产品也要进口到。这两天我们当然在我们中国时报也是持续关注这个议题嘛。那很多农民，尤其像高雄、屏东的啊，他们很多人就很无奈的讲说，农民一般来讲像种水果要靠天吃饭嘛，有时候是老天赏饭吃一样。问题实际上不是靠天的，他靠政治吃饭。
你如果政治如果说风向不对，或者有些政治这个不正确了，那有时候他们就你看他投入那么多钱，可是来不及啊，因为比如说凤梨，他可能18个月前他就开始要种了，那你18个月前我没有办法去考虑到，没有办法去嗅到说未来的政治。农民当然没有办法这样，这个东西很无奈，就在这里说他投入的成本跟时间啊，而且这个东西是这么薄利的这种产业啊，如果说碰到这种大的这种竞争，你是一枪毙命的。对，那对我们农民来讲，这很不公平嘛。对，那其他的农民现在也是很担心。但主要的当然像包括像可能另外是像世家凤梨，凤梨世家。所以我想这些农民可能因为凤梨世家是比较高价位的，跟凤梨那个牵扯这样现在它又更高价位，而且可能大陆有很多的这种我在北京认识很多朋友，他们实际上很喜欢吃这个东西，包括像世家啦世家里面的这个品种可能最好之一。大陆没有吗？这个都台湾大部分都输出，但现在在海南在广东某些的地方已经有出现了一些，当然也很多是台湾农民移植过去的这样。这些产品大概陆续都有，但是它的品质跟它的价位当然是台湾的比较有竞争力这样的。OK， 好，另外我们想要来谈谈，就是最近呢台海之间的这个危险性啊。慕尼黑安全会议就提出说，台海是目前全世界最危险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现在国际社会上也很多关注台海的声音。按照他们的格局跟层次的话，以前我们会认为说，好像是为了美国，是为了要卖武器给台湾，但现在他们所认为的是，好像是真的认为台海之间的关系有更加的危险。那他当然就像是澳洲的总理陆克文一样，他是立足在一个说美中的实力是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接近的一个假设上，中美的实力越接近，台海就越来越不安全。好，他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个最近当然从拜登政府上来之后，大家还是关心说为什么台海的这个危险性的指数还那么高？对，那因为从川普以降川普过去4年，我想当然后来川普他成功的一度成功的跟朝鲜之间改善关系啊。对，那后来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个状态又改变了，那不晓得这个朝鲜的这个金领导人到底后来之间私下有没有什么管道在沟通？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变成说，当时朝鲜一度是比较平静的，在这个等于说当时美朝之间改善关系之前，事实上从朝鲜半岛到东海到台海到南海，我想整个东亚这一条带状的这个等于说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在中国跟这个第一岛链之间碰撞的这个东亚这条最敏感的这3个海域，跟朝鲜半岛是被列为火药库的那所以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很多的政治因素不太确定那加上说后来在整个川普的最后1年引发了这些敏感的这种中美贸易大战，以致引爆到包括是战略上的竞争跟整个军上的冲突，跟这些当时大家最担心的是台海跟南海可不可能出现那种中美之间的军机的碰撞，海空的这些摩擦，甚至说尤其到最近这几个月以来，中共解放军在我们的西南海域的这些防空识别区里面，它高密度的、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巡弋的这种军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事实上本身的危险性是增高的。那从西方角度来看，他们认为，事实上欧盟本身各国也在改善跟中国的关系，他们也很担心说，如果哪一天这个南海出现美中的一些冲突，事实上会把整个欧盟跟中国正在改善中的经贸关系也会把它给扯进去的所以这些安全战略机关跟智库呢，特别会高度的敏感到说，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在于说，它本身是会迫害到整个欧盟跟中国之间这种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希望说能够呼吁到包括美国包括中国能够去怎么妥善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欧盟这些战略智库，他们也呼吁欧洲的国家要关注到怎么跟中国有些对话，这个对话是要去掌控有关这个可能出现的不稳定跟不确定的这些因素嘛，所以他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些这个智库的一些研究一些讨论能够掌握到这些问题的一些发展的动向。我很想知道说，拜登在上来之后，他跟蔡政府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官方或私底下的一个对话？这个应该多少都会有吧，因为包括我们的这个驻美代表这个萧美琴大使他都叫驻台这个台湾驻美大使嘛。这个萧代表他本身事实上他上到美国报道之后，大概也多次到国务院跟他们的官员，包括东亚的，包括这个涉台的，甚至上像整个这个拜登团队跟川普不一样，是川普一上来大概有将近前半年，他整个国务院里面主管东亚的人员是没有办法到齐的，找不到人。那这个很明显，你看整个拜登政府上来之后，大概1个月之内，
基本上全部都为什到位。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当时因为整个这个政策上，它有一些东西它还没有定下来，那没有定下来，他也找不到适当的人。那有些适当人他也不见得想用所以这个东西过程中有很多东西的碰撞，所以当时大概在前半年是在摸索状态的，但到最后一年，后来他的国务卿也在换，国防部长也在换，所以不但换了以后，后来这些人都反他的，都反川普的，因为很多的理念跟很多想法是战略观是不太一样。甚至说你记不记得到后期，甚至说很多几任的前国防部长，包括他任内的任命的，包括当然更多前的国防部长，都公开发表文章署名联署反对这个川普，因为他认为川普这个人太危险了，他很多的战略是不可控的那我觉得这个因素当然也是就跟现在很多的一些美国重要智库实际上也不断的提醒，怎么拜登政府怎么样去跟中国交往的过程中，怎么去保持一个应该有的这种所谓的基本的立场以外，应该有一些比较更务实的一种进取的态度嘛。那这个态度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更坦率的跟中国有一些好的对话。这个对话当然就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布林肯的话是比较清楚的你要分不同层面。该斗争斗争，该合作该合作，但这个东西怎么去拿捏，这个很为难那就像说不是一刀切就对了。好，但是虽然说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就像你刚刚讲有3个层次在进行，但是全世界的一个共识就是反中仇中，是不是全世界国家的基本共识还是延续的这样的论调？我们不能讲说是这么大普遍的共识但这应该是美国两党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共识。所以共识就因为整个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了。它在经贸、在军事压力上在各种的竞争，只是因为这样子威胁到美国，当然他们所以才会有说刚刚所讲，才有像美国这种所谓再次伟大的这种口号嘛。这个口号背后就像说，这个因为它不是一个这个完全绝对领先的，所以它会有压力。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就很担心这种，当然包括很多的舆论甚至对中国的人权对中国的一些内部的这个政治改革的一些议题香港这个民主化的问题，我想这些都是西方各国在跟中国交往过程中。必然会打出的牌嘛，或打出了一些包括较量的一些问题，或者关切的一些问题。那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有讨论，就会有斗争，就会有一些交换，就会有一些相互关切、相互这个我们讲台湾话讲说斗高架下就会有点会相互调侃对方，对不对？那台湾能够从当中得利吗？台湾当然不能够完全是只是站在某种队伍里面，台湾本身跟大陆一样的状况。有和的，有战的，有斗的你怎么去区分到这个比较精确的去操作？这样怎么合理操作？怎么高明的操作？就像这个邱泰山这个主委刚上来那一天，他讲说，应该用务实角度来看待两岸问题他觉得两岸有些东西是有机会这个开展更好的交流但有些东西你不需要完全搞对抗嘛，有些你可以对话，你可以合作这样的。但我很想知道，就是说，台湾的一个。状态现在因为中国的崛起这么的强，那对于台湾来讲，是不是将来的政见的角色跟地位以后会越来越难以立足？因为我们要依靠的可能会更多。这种当然整个台湾在譬如说在整个东亚战略里面，台湾为什么有些角色跟地位特别的特殊有它的重要性，又有它的危险性是在说。很微妙，我用简单的比喻我们周边的3个重要的国家，包括从美国到日本到中国大陆，是全世界前3大的经济体。那这3大经济体呢，又是我们最大的3个贸易伙伴。你就可以想象说，台湾的地位多重要，每个人都想争取台湾，台湾也都必须要依靠这些这些重要的对象。但是问题上，我们在军事上、在外交上跟中国大陆是有矛盾的，是有对抗的。但我们在某些经济上在某些合作上，在某些的人权议题上。在民主的这个价值的这种认知上，跟美国、跟日本又有一些比较相近的价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能只是我刚讲，不能只是一面的采取一种策略，我们必须要多种的策略，跟多种的交往的这种战略那这个东西本身就涉及到说，台湾本身怎么自我定位？到底譬如说我们新的每一届的政府到底在这个发展美中关系在中美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发展美台关系？怎么样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国家的利益那这里面当然有些东西我们就必须要斟酌，你不能完全只是靠美国来挺你或干嘛，有些东西它有它的立场。就像最近美国这个第7舰队在发表有关南海政策的一些看法的时候、立场的时候，事实上对台湾是批评的。他认为说我们也干预到他的自由航行的这种概念。事实上，我们当然要我们的主权的主张因为我们在什么，在东沙、在南沙、太平岛。这是我们管辖的地方虽然台湾这么小，但是我们管辖的幅员是在几千公里之外的。那这个东西你难道你可以不主张吗？钓鱼台你可以不主张吗？那你当然你主张的过程中跟美国跟日本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本来就是有歧见嘛。即使美国跟日本这么的密切，它还是有很多歧见跟矛盾在里面。
有军事的，有贸易的，有各种对主权管辖的一些主张。就像东海这一块本身钓鱼台这个事情，但美国前2天国防部突然讲，支持这个钓鱼台归属日本，马上就改口说这是一个失误的发言，就他也很小心要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本身来讲，台湾本身在面对这种这么特殊的处境里面，我们有我们的这些优势，也有我们的一些危机在里面。那怎么处理？这个当然是检验每一届的政府他的外交的能力，整个这种执政的能力、判断战略的选择，这本身都应该是一个很密切，应该是一个很精密的一种抉择跟讨论的。我想我去年5月的时候在北京采访，就是说我在大陆工作这个最后一次驻点的那个但去年因为从这个3月延到4月，4月延到5月后来到5月底才开完这样。那当然这个每年的两会是大陆的1年1度的叫政治大戏这样。对。因为他的全国政协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大概只开过去是10天到2个礼拜嘛。那平常就由这个全国委员会跟他的所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来执行重要的以他来讲，他们叫他们的国会立法机关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一次在今天开幕的这个全国政协当然全国政协本身是一个议政的一个机构，它不是一个立法单位那明天的这个全国人大才是一个他们的一个立法机构所以这一次在开会前，这个当然从他们的港澳办的主任过去都已经讲了很多次说，大概这一次准备把所谓的爱港者爱国者治港这个概念融入到他的法令里面所谓爱国者治港，这当然是个政治指标的一个框架，就是说一个标准，就是你要爱国爱港才可以。那怎么去评判说你爱不爱国？所以他落实在他的条里面，他就会定一些指标。所以指标就是说，你可能要某种的政治的忠诚度啦，某种的政治的立场的表述啦、表态。所以这个东西就比你外界就比较争议嘛所以当然过去这个很多的这个他们的区议会的一些议员，包括一些立法会的议员，他的资格被取消了，所以被 DQ 了就被注销以后，那就是因为他某些的程序上他不符合他的基本法的某些规定，就是可能某些的宣誓过程宣誓条例里面有些违反他的规定。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又特别注意到说，经过这些动荡以后那现在当然整个香港国安法也通过了，这个抓了这么多人，也很多已经目前都进入到一个法律的审判阶段了。但问题是，北京怎么看待香港特区的一个民主化的问题？这个本身你要给它多大的一个空间？怎么去承诺保障所谓一国两制的它的这个有序的运作这个东西当然也是大陆方面自己本身要考虑跟选择的如果说你选择一个比较有自信的、比较开放的一个香港的这个政治体制，这是一个判断；如果你选择一个强控制的，避免再出现那种比较动荡的，那也是个选择。那这个选择跟每个判断里面付出一些代价，这个东西他们要去承担。那这个承担当然他可能认为说，这个是他的所谓的国家的最大的利益。所以他们很怕说这个东西一失控，这个东西不是说香港地位的问题，而也可能是北京领导人某些地位问题。这个东西所以很复杂的一个牵涉到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整个生态链的问题，决策生态链的问题。所以当然这次大概预期当然是会通过的我想在这个大陆比较威权的、比较这个特殊的这种政治体制里面，大概很难出现这种不同的这种像我们这种可以理性思考、辩论的空间的声音。我想这个难度比较高，但是这个东西涉及到是因为我刚刚讲它的一个根本利益所以你很难在这一块里面有一些出现，它内部有一些讨论的声音出现了，所以这个是比较可惜的一个状态的。王总编也在这个大陆呢驻点将近30年就来来回回前前后后在将近30年，采访两会也很多次，几乎每一次都采访嘛。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或者说采访的过程中觉得很困难，或者说特别有意思的？大陆这个政治体制当然本来就比较特殊所以难度当然很高但就是说那是一个两会的活动的采访是每年开放给境外媒体嘛。但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能够进入到两会的采访，大概整个境外媒体，包括这个香港的，包括各国驻京的它大概限制到剩下不到20-30个人，所以去年大概是人数最少的一次这样。那今年可能因为今年不但有检测，还有一些要求你提出各种的证明好像最后没有要求说要打那个疫苗这样，所以但是它有一个高度的，包括你在北京要住过多少天以上，提出过几次的检测证明，还有你的生病的这个病历史你要交代说有没有类似相关的一些病例那这个东西本身当然是一个严格的管控，他很怕说在这个，因为你知道每年两会大概人大代表大概有2900多个人，政协大概将近3000个人，有将近6000个全国大陆全国各地的重要的决策者精英都在北京。如果说在那个场合里面出现一个所谓的密切接触者，一个感染者，
那我想这个问题就很难想象，说，所以他们的严格要求，你就完全可以理解说他的紧张程度到什么一个状态。媒体也要先打疫苗啊？媒体这次好像后来没有打，但是有做一些核酸检测，对不对？所以你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也做了？也做了这个。我们当时开玩笑说，你通过的人啊，就可以到大会堂参观，去采访；如果没通过，可能就送到小汤山去，就要隔离，就对了。直接送去隔离了。其实你在大陆采访的时候，对主要的他的官方的单位就是国台办嘛。其实要采访国台是不是也很困难？不，也不止国台办，就是他事实上他这个包括大陆的国防部外交部、国家不是叫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台办这一些都是开放给媒体采访、例行记者会。所谓开放是开放就是你可以参加他的例行记者会这样。对，平常的时候是不能够。平常当然很难。像台湾的话，平常约访是比较困难的。对，像台湾的话，随时就说你想要采访哪一个单位，可能打个电话，我有请他的发言人跟我们联系一下。台湾的发言制度是比较公开的。当然你说首长不见得会有这个100%可以有机会，有些等于独访嘛，有些等于譬如说。这个像总统院长经常性，我想这个但机会比较多啊。在大陆不太可能出现大陆只有在这2个礼拜就在两会这2个礼拜机会比较多的。对，所以在这2项过去的话，在这2个礼拜的两会当中，你们记者也都是怎么样去读访？因为它本身就是说有些议场是开放的，有些议程开放的。对，它不是说每次的大会都开放，它有些还有秘密会议。秘密会议对，所以秘密会议就闭门会议啦，就不对媒体开放的，你拍也拍不到，问也问不到这样。对。那你怎么去跑新闻呢？但你要从很多的这个，包括官方的媒体官方的这个公布的讯息啦，相关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当然还是可以掌握到一些讯息这样的。像台湾媒体的话，会有一个行话，就是会养县民，就是我们私底下会有一些认识的人。大陆也有一些县民可以养，但是难度比较高。这个因为它本身的约束它的这个体制是难度是有一些限制的对。怎么样？平常怎么养县民？本身当然说有些当然，譬如说我们从一些大陆的这种一些专业的这些智库学者因为他们经常会参与很多大陆某些决策的制定嘛，他们可能会提供一些官方的决策的意见给他们的决策部门做参考。那有些公开的研讨会、公开的活动甚至说有些他们的例行记者会里面，大家可以他们发布的讯息里面背后有些东西你可以去追踪、去掌握一些，看有没有可能的一些发展。这个东西机会还是有，但是我刚刚讲难度是比我们一般在台湾的采访经验来讲是难度是比较高的。我知道跟国台办是不是在采访过程中也是有时候需要斗法的？我斗法还不到那个阶段，我想，因为它本身的决策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是因为它有些东西不像说像我们立法院也可以经常要陆委会啦、要海基会去做报告甚至质询审查预算所以每一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掌握到每个政策的背景，比如说你可以从预算项目。你就可以知道说大概今年可能哪些重要的一些项目会推动那大陆当然这一块它不像我们的透明度这么高那本身你对议题的掌握来讲，就你可能必须要靠一些经验、一些判断那这个相关难度是不一样。那加上说它本身的这个政治结构跟体制不太一样，所以它有些东西它是不习惯对媒体开放的它也不太擅长对媒体的沟通，所以有些东西它是比较采取守势的但目前来讲，它因为现在整个网络时代所以他们也是一样，也会有网站。也会有 APP， 也会有它的一些各种公众号，也会有各种的微博、微信，它也都会有的。所以这个管道里面，这个部分只是算宣传，对不对？对，它是宣传，但一定是单向宣传嘛。所以，当然你也可以从宣传里面发现一些内情，或是一些可能的隐藏哪些讯息在里面，你当然可以去判断的。对，有的时候我看那个国台办的记者会，我都很想要知道说，像他们去点名记者问问题的时候，是之前就已经设定好谁可以问，还是说你现场他才决定说？开放，我想这个是一个，当然台湾早期有些部会单位也是一样比如说有些记者会，有些首长啦，有些部长，他们希望说，是不是有些问题不要问，有些问题是不是可以先问因为他有些他会有准备所以他有些东西还是会，这个不一定叫套招了就他会想知道媒体想关心哪些问题。那大陆来讲，这个东西也很正常。我想从每年两会结束后的总理记者会到他各部会的这个记者会，基本上都有类似的这种操作方式。譬如说，他会先寻求一下媒体这个关切哪些题目，但你关切他不见得会回答，但他最少从你关切里面的项目选题里面，他会准备一些内容。那这个东西当然对于媒体来讲，可以知道更多的内情，知道更多的讯息，当然也是个好事，觉得。他们私底下会跟台湾的媒体做联谊吃饭这些吗？这个经常有的。
比如说两岸有很多联合采访，对，有很多的这个他们像我们以前在每年，譬如说春节之前，假设有人驻点在北京没有回来的，他们也会有一些参叙啦，一些重要的活动，他们还是有，而且很多台商的活动也很多嘛。所以这种机会，不管是台湾的记者驻点的，或是大陆的这个驻台的，或是在大陆两边两岸联合采访的，在大陆这种活动很多。OK， 好。我知道明义哥就是王总编辑了，在大陆采访这么多年。其实呢，他出的书当中，我们刚再来打一次书哈，就是他出的书当中很多本，然后其中呢包括了波涛滚滚啦里面有提到很多的两岸的谈判30年的一个秘辛。我想要知道说，就是在美国完成了新一轮的政党轮替之后，拜登政府呢，现在对华的一些基本的政策，还有对北京啊，还有台湾都是很高度的关注的。是不是在这几十年的中美台的关系较量的过程中，有什么样比较关键的重大的转折，或是历史的秘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主要就是因为从这个美国刚经历他们的新一轮的政党轮替嘛，所以尤其刚刚你在我们一开始节目谈到说，到底美国现在很多众议员也关心说，可不可能美国跟台湾再强化再提升一下美台关系，甚至可能有没有可能恢复一些1978年以前的邦交关系啊？那我想这个东西本身就涉及到一个很复杂，过去应该讲从1949年到现在，很多问题一直在生态环境在变嘛，整个这个政治时空一直在改变。这个不只有美中台之间的，还有国际的整个东亚的情势都在改变。那我想这里面有一段蛮有趣的一个秘辛，就是说在1949年当1949年的11月1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当他讲完这个话之后呢，第一个承认中国的是苏联当天就承认那第二天美国都表态了，但表什么态呢？美国在华府就当然应该是当时应该是东方的时间这应该讲说亚洲的时间是2号的，应该是下午但是在美东应该是3号的上午，就是当年1949年11月3号，应该讲说是中国宣布成立之后的第3天第3天。那这个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个声明，承认当时的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所以他不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没有承认，这个承认是到1979年才承认，到1979年才承认。所以你可以想象说，1949年的10月1号到1979年，将近30年，将近30年，事实上是承认中华民国。所以我在想说，这是蛮有趣的，就是所以那当时这个声明呢，这个国务院这个声明是在 DC 发表了，但问题是当时中华民国是在广州，所以当时在北京的是中央的叫做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广州的是中华民国。那当然中华民国当时国民党也这样讲，叫流亡政府嘛。事实上，当年的4月23号，当这个解放军攻下南京以后，事实上当时国民政府就从南京迁到上海。那上海没有定点没有定下来，一路就迁到广州，后来又迁到重庆，最后迁到成都。所以真正中华民国政府是从1949年的12月9号不应该讲12月7号，当时的行政院的院会阎锡山就做了一个决议，就要把当时的中央政府迁到台北来。所以1949年的12月8号，当时的一架专机应该是中美号还是美龄号，就从成都的机场就到了台北松山机场，所以当时两岸正式的分裂就对了。那就是民国38年的时候。对，所以说这个美中台关系，拨迁来台的话，就是民国38年。照政府法定的这个日期来算的话，应该是1949年12月9号，当时的行政院会在台北正式恢复召开，对不对？所以从法理上来讲，整个中华民国的法统如果没有中断的话，是从那天开始连接起来。那这个微妙的这个历史的连结，就当时在49年的10月到12月，这个中间是有些重叠的这 ROC 跟 PRC 在大陆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当时叫划江分治嘛。所以一个整个中国大陆，然后有2个政府，然后轮流在当时换不同的一个首都。虽然是这样，但当时还有零星的战斗嘛，所以内战还没有结束的。在浙江、在海南、在这个西康，所以西康就是在西南各省。事实上，国共内战是还没有结束的。那当时美国政府当然的立场是支持中华民国的，所以我刚刚讲，即使到1949年10月1号，中共宣布成立新中国那当时美国还是承认中华民国嘛？那当时是在广州，那到后来1949年12月16号才通知蒋经国总统说，我们要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所以这个中间经过30年的波折，关键你看，所以我们跟美国做了30年的朋友所以当时我是刚讲，当时是个反共年代嘛，因为当时有他的两岸这个二战后的这个所谓的二战后的这个冷战时期的一个背景，所以为什么说当时1979年，当时季辛吉跟这个当时的共和党政府希望快速跟中国建交，是因为当时美苏是对抗的在美苏对抗是美国这个是战略家，他希望是拉拢中国来对抗苏联，所以是拉中抗苏所以抗俄吧，当时应该讲，所以这个东西有它的国际上的这种整个形势的转变嘛，那现在慢慢的是。要开始要这个拉中这个开始要这个又要拉俄又要抗中这样，所以这个很多的变化是，你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很多的转折是这个转折是很重大的。当然，所以很多人在讲，川普那4年，很多人很关心说会不会出现重大转折，但后来应该是有些变化，但是也不算重大转折。所以即使像刚刚提到的，又回到最原始的。有些美国参议员跟众议员当然很关心，说台湾跟美国是不是可能恢复邦交？这个议题本身是存在的但这个议题的可能性，对议题的可能性跟它的现实性，也必须要受制于当代的这些当时的就现在的整个国际环境跟美国新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些限制。我也想知道，在那个你刚刚讲的1949年的那个年代，除了美苏之外的其他的国家，怎么样来看待中国大陆这一块的2个政府？这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国际问题，这个我们很难讲得清楚但主要是因为当时因为是2强的这种所以2极的斗争嘛美苏的这种2强的这种争霸争霸里面当时因为中共当时就陷入这种它的内乱，包括后来到1966到1977还在有10年文革动荡那我想这个东西本身，中国在当时来讲是守国的嘛，是一个封闭的，是一个比较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比较落后，比较跟世界上比较没有接轨的这个情况下，当然是因素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后来是因为整个1978年，邓小平重新掌权以后，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因素变强大了。这个强大以后，开始当然美国就开始思考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才会一连串的那些后来的包括建交的一些问题。那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72年，当时包括秘密的这些对话里面，包括尼克森，包括基辛格，所以我想这些国际因素的转变是。它有它的脉络跟它的一些历史因素在驱动，就对了。不过从1949年到现在就是说72年，中国大陆他们其实内部对跟台湾的关系其实一直不断的在改变。这个当然也是改变，从当时内战到后来敌对，两岸之间最后一战是1958年823炮战那823炮战之后，当然就结束这个状态这个状态目前后来又变成冷战，又变冷和，冷和又变成。开始又有点小敌对这样，所以敌对就零星的矛盾冲突。那实际上军事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化解嘛。所以为什么说在1995年，当时江泽民跟李登辉时代开始对话之后，开始提出一些所谓的考虑终止两岸敌对状态，是因为当时1958年之后的这些状态并没有完全解决嘛。所以两岸的军事的对峙没有解决，但是李总统时代是解决了两岸的政治问题，所谓的动员戡乱问题，把大陆视为敌对的这种所谓动员这个戡乱的敌对团体、戡乱的对象。终止动员戡乱就不再视你为敌对团体，但是也没有说完全说是个和平，也没有说是朋友，也没有说是很好的朋友，所以这个状态就不明，所以定位就很复杂对。OK， 那从李登辉时代，其实后来的马英九去做了这个探亲的这个整个，这不应该是讲说想金国时代就开放探亲，开放探亲的这个开始。当然是李总统跟当时李副总统跟马英九是局长，两个在执行这些主要的任务的，还有包括当时的这个蒋经国总统的任内的副秘书长叫张祖仪老先生，老先生现在还103岁高寿，这个身体还不错这样。当初在处理这个两岸事务的李登辉也好，马英九也好，他们应该都没有想到说后来会成为总统。所以这个是历史转变很难讲嘛，所以很多东西就必须要你要掌握到，就刚刚提到说台湾怎么样确保我们最大的国家利益就你怎么样去应对这种瞬息万变的外部情势怎么去掌握这种变局，而且能够把台湾的整个国家战略能够稳住而不应该在这种大国的较量跟冲突矛盾的过程牺牲掉台湾的一些利益，就对。那台湾现在跟大陆的关系是算是进入贸易战吗？当然不是贸易战，这么密切的贸易关系怎么叫贸易战？我们是个很强大的贸易伙伴当然也是个很敏感的这个军事对峙的一个伙伴这样的。所以在军事上是一个，所以这个情况跟美中目前的处境是一样的既有对抗又有合作既有冲突又有矛盾，又有紧张又有敌对，所以你本身很难一刀切来看待两岸问题。所以执政者、决策者本身是应该很审慎的
来规划因应每个不同领域的一些问题跟一些应变的策略。所以你觉得蔡政府在未来一个新的国家的一个策略上面的一个应对，就是说在国安议题上面的应对，他有能力？他应该这个问题就有一点急迫性，所以的就有点这个现实性跟急迫性啊。就像说我们刚刚提到说，新的拜登政府上来，他在应对美中的问题上，实际上他有他的急迫性，就怎么样去快速的修补那种拜登时代啊，这个川普时代对美国造成的伤害。这个伤害当然包括就是说跟各个这个盟邦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啊，跟这种冲突，所以他快速的去跟这些各国领导人打过一圈电话，开始改善跟修补一些关系啊。另外就是他重新加入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又重新加入这个 WHO 吧啊，把该给的钱给了，该给的汇回缴了，就是要开始重新加入这种比较，他希望由他来领导或来参与这些重要的国际平台的运作，你才能够变成说才能够对中国形成某种的制约跟牵制效果嘛。如果只是你单打独斗，你也产生不了那些作用的。那台湾本身也是一样的处境，就是说你怎么样在新的国际的环境变化里面，怎么找到台湾最好的位置啊，最佳的位置，最佳的状态。这里面不是只有斗争而已，实际上有些东西应该合作的，有些应该妥协的，有些应该是谈判的，有些应该是要务实来处理的。那你所知道说蔡政府在私底下的一些对在中国大陆的管道，大概你所知道有哪一些？管道看你怎么定义啊，是授权的，是有效的，还是说还有分很多种？对啊，还有自夸的，还自称的。所以以前有个笑话说，两岸当然有管道，但问题是两岸的自称管道的这个，两岸当然有密使啊，自称密使的更多啊，这个。所以把那个都有没有作用，就是说主要看是那个在整个授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啊，这个机制要它的有效性啊，跟它的授权要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才能够处理一些问题嘛。那如果这个管道只是一个某种单向的对话或单向的放话跟单向的传递讯息，我想那个作用是起不了太大作用的。大陆最近通过了一个两岸的直播的大赛，然后包含了台湾的主播培训啊，进行了一个试知的一个作战。认为说，中国大陆现在透过了网络上的一个方式来争取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昨天的国台办发言人呢，他也做了一个回应，他说是台湾政府呢是因为害怕民众了解大陆真实的情况。我觉得说现在交流的方式很多，是因为主要现在这个全球已经进入到那种所谓的网络时代啊。那网络时代里面很多的交流方式跟很多的交流的这个策略都已经改变了。所以我觉得说，不管是两岸当局，我想看待这些问题上应该更开阔一点，更包容一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当然，两岸因为有很多政治的敏感度在里面，很多的交流是受到一些限制的啊。但我觉得说，不需要用太限缩的啊，或是太那种敌意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应该用比较自信的、包容的啊，更有步骤的方式来看待这些，尤其这些年轻世代的，他在某些透过新的平台、新的载具、新的方式、新的工具啊，来进行各种交流、各种对话。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让两岸的下一代提早的啊来认识，提早来交流，减少未来的可能的一些误判跟一些冲突嘛。那过去我记得以前在应该讲1990年代初期啊，当时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叫邱吉利啊，他后来调到海基会当秘书长兼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他当时就提，你看25年前，将近30年前，他就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两岸的下一代应该提早交流。所以他当时甚至还建议说，每年台湾跟大陆应该各互派，譬如说1万个人、2万个人到对方的学校去交流、去学习，譬如说当然短期的、长期的都可以啊。他认为说，两岸的冲突跟矛盾呢，是因为长期积累的一些价值观的冲突、一些认知的差异。这种差异，他认为你必须要靠下一代来慢慢的来化解。你这个不可能1天2天就解决了，很多是价值观的问题，很多是这个冲突是长期累月啊，这个积累起来的啊。所以他认为两岸的下一代应该提早交流、提早认识、提早进行一些必要的对话。那他认为这个东西的交往是应该从年轻代开始，才有利于两岸下一代啊一些政治分歧早点化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一个建议跟看法。但是后来也是，问题是后来背后经常牵到很多政治问题，比如说这里背后就是一个统战啊，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政治目的啊？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这个渗透啊？是有些各种疑虑就产生了，所以这个表示说两边的互信是很低的啊。当前的情况也是一样。那我想这个是两边的互信很低，还是说单纯的像是蔡政府、像是民进党他不相信、不信任比较？我想这个两边因素都有，但加上民进党可能他们比较相信说他有个迷失嘛，他可能认为说这个反中政策、仇中策略是有助于他继续的这种长期执政的，因为这个东西对来讲，他可以
挑动某些的情绪啦，激发某些的这种所谓的新的民主情绪，这个东西当然有它的选举上的必要的操作，但是对整个台湾的长远来讲，这个东西是不利的。所谓不利，就是说你这个分歧的存在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嘛，而且很多是历史因素造成的。当然里面有包括国民党过去早期那种反共教育啦、反共宣传啦，这个也是个长期。这个是个余毒嘛，所以余毒就是说，也是因为造成一般老百姓对共产党的理解的那种误判跟错误啊。那当然，现在的这个政府的立场可能认为说，这种反共是另外一种新的反共形态啊。所以这个东西本身，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造成一种很多的认知或是那相互的理解不够啊，相互的差异的这种不管是生活方式的、民主理念的，本来就存在着各种的差异在里面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是要靠一天两天化解，你必须要靠一些有序列的啊，比如说有步骤的、有策略的，采取某种交流方式来慢慢的、逐步渐进的，一代一代的来解决这样。应该更多的交流，对，彼此的互相的了解。但是蔡政府现在目前似乎没有想要那么多的交流，对。这个有它的现实政治目的的考虑。你刚刚讲说是为了选票嘛？那当然是为了永续执政的需要。永续执政。但我觉得这个民事如果不突破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政党可能有利，但对台湾可能就变成一个有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你怎么抉择。就像台湾的年轻人，其实他们所认知的跟上一辈，比如说50、60年代的人的对中共的认知有好的态度，其实是。其实我刚刚讲很多问题的本质哈，跟这个是应该是政党都一样。就是我刚讲过去的国民党或现在的民进党，可能有些时候他对于某种的政治上的操作啊，是基于他政党的考虑。但我们应该看说，有些是这样，政党啊赢得选举了，但是可能台湾输掉台湾了。就是看你怎么去看待，就是说怎么是台湾最大的利益，什么是台湾最大永续的国家利益，这个东西可能每个执政者应该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嘛。好，今天呢真的是非常谢谢明义哥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非常多的两岸明星，而且明义哥对于两岸的事物非常的熟人，相当的熟悉。然后呢，最后是不是再请明义哥针对于最近就是两岸的一些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有没有什么比较想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不，我想两岸这个经过这4年啊，过去的4年应该很清楚说。两岸的底线在哪里？两岸的矛盾在哪里啊？我想应该两边看得更清楚。加上这个有一个外部因素的川普因素在这个叫撼动以后，两边应该很清楚说在哪些是红线，哪些是可以发展的空间，哪些是可以互利互惠的一个地方啊。我想经过这种冲突跟矛盾之后，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点。那看得更清晰，但问题是你怎么去选择一个更好一条路啊？其实两边来讲，包括你说美国政府来讲啊，你说川普也好，拜登也好。都是要让美国人过得更伟大，过得更好的生活。那这个习近平也讲说，追求美好的生活也是他们的这个应该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嘛。那我们这个蔡政府也好，或是以前的马政府也好，都说要让台湾老百姓过更好的生活。但问题是他们做的事情很多是决策者做的是背道而驰的事情很多嘛。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每个决策者有权利的人啊，应该在摸着良心想一想，说哪些东西是应该为老百姓着想，应该什么叫做人民的利益啊？什么叫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问题，我觉得这东西看起来听起来很高调，那事实上这东西应该是一个最真实的问题。怎么样让老百姓过得更好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东西是个起点嘛，你执政的起点嘛。如果说你这个东西都照顾不了了，连凤梨都卖不出去的，很多东西人也走不出去的。这个或是说你这个货物也都很多东西都出现一些矛盾了，或者有一些冲突了，有些杯葛啊、抵制啊，这个。还被禁运了干嘛？我想这个东西，你如果都没有办法谈，没有办法解决，你也没有能力去化解，那这个东西，我想这个执政是不及格的。我想这个对任何政党都一样的。不过蔡总统说现在要做，就是说他上台之后一直想要做南向政策啊，可是南向政策似乎也没有做得很好。我觉得口号不要喊太多了哈，你有没有本事要拿出本事来，这才最重要的啊。那我想这个口号会喊的这个不止民进党，我想很多党也都会喊。但我就是说，现在民进党可能是比国民党又更青出于蓝，更这个又更厉害的，就是说你做的东西说太多，你还不如多做一点事情这样。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这个江启臣，他就是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他提到说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威胁，然后但是国台办也做了一个书面上的回应，似乎也打脸了江启臣。这个部分是不是跟之前中国大陆对于国民党的态度，好像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不，我觉得这样看待国民党跟国共之间的矛盾跟这个民共之间矛盾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矛盾的形式是一样是有些立场、主权观念不一样，但某些的是策略上不一样。那譬如说刚刚
我的理解这样，江主席所讲的某些的这种所谓的大陆可能是某种的这个最大的威胁干嘛？那我想这就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个角度是一样的，这个并不冲突这样。两岸之间本来是有我刚刚讲有敌对的，有竞争的，有合作的。你看你是挑哪一块去讲，你就挑一块讲的话，那很多东西你就看不到了。你说两岸都是和，那也不是事实；两岸都是战，那也不是事实；两岸都是矛盾，那也不是事实。那既像美中之间，他们后来就是说，怎么样去共同推进一些合作项目，同时要共同管控分歧。我觉得两岸应该要学取这个教训了。哪些是可以往前推的，大家共同来合作；哪些是有矛盾、有分歧的，要怎么共同来管理、来化解、来处理。那两边的管道跟两会的管道本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嘛。那如果说两会的管道都动不了，门也开不了，那连谈判桌都坐不上去，那你怎么去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呢？所以我觉得说，你不管是凤梨的问题，不管是 ECFA 的问题，不管是后面更大的这些所谓的这种供应链的问题，甚至说整个产业的这种调整的问题，还有包括像我们这种比较关心的这些护国神山的这些半导体产业啊未来的发展脉络，那当然很多半导体产业希望说在台湾生根嘛，或者有一点永续发展嘛。问题是你如果说你连水电东西都处理不好，你水电政策都不能确保。对企业家来讲，这是个危险的，他没有办法下判断的，他怎么做永续投资呢？所以政府官员来讲啊，话不要讲太多，拿出本事来做多一些实事，口号不要讲那么多，才是最真实的这个本事嘛。对，好，今天非常谢谢《中国时报》总编辑王明义总编辑来到节目当中。